各位，我已经来到波士顿了，然后这个就是我讲很久的，就是如果没有他，我一定会被遣返的 Angela。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这就是我高中乐队的同学，我是吹竖笛的，然后他是吹长笛。对，这一次就是所有的申请啊，包括我什么时候要选课，都是 Angela 他们帮我。对，我是北一女毕业之后，直接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心理系跟所谓的 Early Childhood and Family Study， 就是教育学院下面的一个系。大学毕业之后就马上到哈佛读教育学院。很少人会在大学的时候就出来读，因为学校吗？还是学习的感觉，所以你才想说先来美国读书。对，我觉得应该是整个学习的环境，我当时就蛮确定我自己想要念心理系，但是因为后来看了一下台湾的学制，那我觉得台湾心理系可能就是 either 当咨商师或者是临床心理师，那我其实这两个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是单纯对这个领域很好奇。对，那后来就发现美国这里包含之后的出路也不是只有諮商跟临床这两个，例如我当时最有兴趣其实是一个叫做 School Psychology， 就是学校心理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没有。对，它其实是有一点像临床心理师，可是你是 base 在学校里面，有点像住学校的那种临床心理师的感觉。对，但台湾是完全没有这个相关的执照的。美国的话，你就可以接触到很多这种不一样的东西。那其实美国的学制，我后来看一看，是我比较喜欢的。对，所以其实还是蛮based on就是你自己的喜好或者是你的选择。对对对。为什么又去哈佛？应该是我从小就一直觉得我以后研究所一定会到美国读。我当时其实申请的大部分都是我刚刚说的 School Psychology 的博士班。对。等等，我们没有读硕士是可以直接升博士？哦，可以哦，美国是有的哦。大部分的博士班都可以接受你大学念完直接申请，但是你申不申请得到就是另一回事，比较难就对了。我现在觉得我应该要直接申请博士。等于说你在大学期间，你可能就要有非常多的研究经验，你可能至少要跟教授有发表过1-2篇 paper， 可能会比较容易上。你也可以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整个申请的流程，还有要注意的事情吗？通常希望你都有1年以上的准备时间，在你确定你要申请什么校系之前，你必须先把你的硬性成绩考出来，例如什么你的托福。那如果你今天是申请大学部的话，可能你的 SAT、你的 ACT； 如果你是申请研究所，可能你的 GRE。对，你的这些成绩必须要先考出来之后，比较好规划你到底能去什么样的学校。我们通常9月开始丢申请，就是你高3的9月就要丢申请，所以你可能高2就要开始准备你的考试成绩。建议至少就是真的要半年以上。好，你准备要丢申请了。首先第一个你要写的是你的 personal statement， 有时候也叫 statement of purpose， 就是你的个人陈述、学业规划加上自传的这种 combination 在一起，就是什么样的背景的人，然后你有什么样的兴趣，然后你想要读什么样的校系，为什么你想要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对，接下来呢也是刚开学9月、10月的时候就要准备找推荐信的老师。对，所以之前也是叫他赶快回去找他以前的教授，我们会觉得很尴尬。我真有去上课，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联系。教授不要看到这篇，不要忘记你名字了。其实你只要写信过去，教授都蛮乐意的。像 Winter 他很多成绩都是 A， 所以他找推荐信没有那么难。对，那如果你成绩可能全部都是 B 或 C 的话，那真的要考虑一下，到底谁会比较愿意帮你写。那你成绩不错的话，其实教授稍微看一下 review 一下过去写过的作业，其实都稍微可以 recap 到你这个人。对，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如果你现在还是学生的话，就请你多跟教授保持好关系，上课多发问啊，然后下课其实可以多去他们的办公室问问题啊。对，培养一些私人的情感其实蛮重要的，你就不会到那个9月、10月快要 deadline 了，才在拜托教授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写。接下来就是你的申请表格要填写好，会在暑假期间开放，有一些比较晚的，尤其是研究所，可能就是9月、10月开放，它可能会同时要你交简历、学校成绩单这些的。如果是大学部的话，你的申请截止日可能会在11月是最早的申请截止日。
研究所通常会在12月左右。那当然看你的校系，真的是建议提早准备了。因为我那个时候选校的时候，就是先跟他们线上开会嘛。那时候你们在美国，在台湾。对。然后我其实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到底可以上什么样子的学校。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就是好比说我去问一般的代办说，我可以上什么学校，我不太知道他给我的是保守的还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那时候看到他们给我的选校表的时候，上面有 Harvard， 然后 Columbia 跟宾大，我那时候就想，哇，这可以在我的选项里面吗？最后是有 Boston 或者是一些也很好的学校，就是前50、前100，所以我觉得他们更类似顾问，就是他们帮助你申请之外，他们可以跟你说，你现在有这样子的东西，但是你再做多一点点努力，对 ，statement of purpose， 就是你可能可以写得更怎么样子，然后你就可以申请到更好的学校。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可能就像他讲的，又是一个真的太 free 的人，然后真的要做的事情好多哦，就是要交很多钱，对，然后你可能会忘记缴，然后他有一个代办事项，然后他没有做好就会打叉叉嘛。我觉得要把所有东西都勾起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们都已经申请过很多，他们会顾虑到所有的一定会做的事情，就你不会忘记任何一个环节这样子。对。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学生都很像是一个 project management 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是在帮他完成一件一件任务。那我自己是蛮享受这样过程的，也算是一种成就感。对啊，因为我可能没有想过可以选择哥大或什么的。如果我可能高中我们没有在乐队的话，我可能没有想过我可以投嘛，就算我真的有可能上。对，你没有在乐队就不会认识我了。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讲话，我觉得你也算安静的啦。对，没错，因为我们都属于管乐。就说木管，就是长笛跟竖笛会待比较近。完蛋，你看忘记怎么讲，就下次可以再聊非乐队。但是回到那个，那申请是真的差不多，然后最后是对，通常学校都会在2到4月之间放榜，晚一点可能到5、6月。那你拿到这个录取通知之后呢，学校可能会要求你要交一笔所谓的占位费，想要来读，那就请你先交一笔费用。那你最后真的没有去的话也没有关系，但就只是他这笔定金会被收回的意思。对，所以你可以先交某一个学校占位费，同时去等你其他的 offer， 除非你今天申请的是大学部的 ED 的学校，所谓的 early decision， 那就是同一个申请季你只能申请一所 ED 的学校，那你只要一申请了，你必须去，其他全部必须放弃。对，这是另外一回事。奖学金也会跟这个系一起下来。对，你同时就可以把奖学金纳入考量，像那个密西根给你100万。到现在我再做一次选择，我可能还会再犹豫一下。真的，而且我现在突然觉得大学分飞也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对，他蛮担心说密西根很冷啊，密西根是真的很冷。对啊，我记得接下来就是签证的事情。对，我签证很赶。签证也会搞超级久。那时候为什么会这么赶啊？你们给了我很多 form， 然后我都没有填。我们都一直催。我觉得这是针对我们这种，这叫 P 人吗？签证要填很多的表格，那如果你是自己处理的话，你可能就要自己上网搜集资料，然后像他们公司有他们自己的表格，然后我填完之后，他们再帮我填到正式的上面。对，那我记得他们在3月、4月左右，我们可能就说可以开始准备签证了。这样。对，然后我记得我又问了一次，请他们传，然后之后呢，我又对，因为那个 LINE 上会过期，他的答案都过期。对，然后群组又传了一次。然后之后我觉得太丢脸，因为我也没传，我就私底下私讯了 Angela 说可以再传一次给我们，所以应该是这个问题。我们都还会再安排一次那个所谓的签证面试培训。对，我那个时候还有跟他们的一个老师。对，有专门负责签证的老师，然后有稍微培训了一下，去 AIT 签证面试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说，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说的，就不要说这样。像我昨天是 orientation， 就是我们会叫新生训练，但是其实也没有什么训练，它就是教授可能会在讲台上，然后就是 officially welcome you 这样。对，其实我们教授讲了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就是他知道我们现在都在 Harvard， 而且很多人一定会难以置信，也都会抱持着一种我到底适不适合这里的一个想法。尤其你到常春藤这种学校，你会发现身边非常多很厉害的人，那你这时候就会想自己是不是比不上别人。但是
实教授就直接跟我们说，就是其实所谓的就是冒牌者症候群，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看看你左右两边的人，他们可能都跟你是一样的想法。而且事实上，我后来去跟这些朋友们聊天，大家的确也都是抱持着一个，我也不知道我在 Harvard 到底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这种感觉。所以 overall 你觉得不管在 Harvard 的教授或者是同学也好，你觉得都是真的也算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优秀感吗？至少我觉得我的同学们真的都还蛮优秀的，就是真的会从他们身上看到一些让你崇拜的地方。就每一个人各自发光的领域都不一样，然后未来的梦想也都不一样。对，这是我觉得在藤校普遍都有的学生自己散发出来的价值。对啊，所以我就蛮希望他在哥大也可以遇到类似像这样的朋友。我也很希望努力，还是蛮值得。就是看到这些藤校或者是很好的学校的景色或人之后，真的就是相信自己的价值。也就像我们作为顾问，然后会推荐学生到这些学校一样，就是我们相信你有在这里生存下去的能力。所以既然我们在这里，那就是好好把握。对，所以我相信不论在什么学校啊，都是给学生的一番勉励。对啊，感谢 Angel。